偶然间发现我这里的联通宽带也很便宜，1000兆宽带1个月只要20块钱，所以果断的我也办了一条。我发现这种便宜的宽带以及便宜的大流量卡，这些运营商都不会主动宣传。网上很多宣传的2000兆或者3000兆的宽带，也都是他们高利润的产品。万兆的，特别是万兆的宽带啊，普通家庭就不要办了。然后这种1000兆的宽带，你自己就要发掘，就是找几个宽带的店，淘宝一搜就可以搜到了，然后一家家问，然后做个对比，大概就知道最便宜的宽带是多少钱了。我这个是20块钱1个月1000兆，然后因为太便宜了嘛，然后他送了一个光猫不是太好，4个1000兆口，然后这个测速大概只有950左右，940、950左右，所以因为这个宽带也特别便宜，也不好意思再和宽带师傅有什么要求，所以我自己折腾了一下，准备换光猫。然后这个教程就是教大家怎么换光猫。这个拔出来是非常烫的，这个万兆猫棒拔出来是非常烫的，我拿到手上我都烫手。然后今天的教程主要就是给大家试一下这个万兆猫棒换上这个联通的1000兆宽带之后能跑多少。这个万兆猫棒是400块钱买的，然后我基本上已经用了几个月了，中间坏过一次，然后那个卖家又给我换了一个，目前使用没问题。之前用的是移动的宽带，然后今天我把它换成联通的宽带试试看，还是非常非常烫的。然后我先插回去，等一下我先用这个光猫先跑个测速，然后换完了之后再用它跑个测速，做个对比。换光猫啊，就是基本上其实不用看运营商，主要看它的协议。比如说我这个原本的光猫是机胖协议，这肯定是可以换的。然后如果它线路里面有插机胖，它有可能会直接升到插机胖。反正我们先换换看吧。然后先看一下它原本的光猫的速度。我先把它的线接上。路由器的模式改为 DHCP 之后就连上网了。然后我们再测一下速，用的是联通的1000兆的光猫。联通的光猫测出来速度还挺高的，不太稳，949。但是上行速度给的很低，上行速度只有64。我们再试一下，这一次测到了975。好，这个测速就到这里，然后接下来进行更换。这个怎么换呢？其实首先要进入这个光猫的后台，就是要用超级管理员密码。这管理员密码这个师傅其实也很好说话，就是我直接跟他要，他就给我了。然后我们先打开它的后台，在路由器 DHCP 模式的情况下，直接就可以进光猫的后台。好，然后这个是普通用户的后台，我先试试看普通用户后台能不能获取到关键信息。普通用户的密码就在后面，用光猫后面的密码成功登录了后台。先看一下后台首页，这个上行方式是机胖，然后联通的光猫其实也很简单，一般就是需要 SN、LOID 和那个 PVID 这几样数据。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网络质量，上行接口的光信号是-20，然后看一下 LOID， 在认证注册这里，它可以直接看到 LOID， 复制出来，随便找一个东西记录一下吧，我用原子笔记记录，然后这个是 LOID。然后它的上网方式是这个，PVID 是3个1，然后宽带账号密码，宽带账号密码如果看不到的话，问一下宽带师傅。那个 SN 码可以看这个后面的标签，这个首页其实也有，但是首页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从这个 ZTEG 开始的。我先把它全部复制下来吧。大部分地区现在应该不验证这个 SN， 从 ZTEG， 然后把后面去掉2位，这个是中心的光猫 ZTEG 开始，然
后到263，到这里其实整个上网数据就已经获取完了。因为我这个只有宽带啊，所以没办法给你们演示 IPTV， 我这个是没有 IPTV 的，要办的就是一个单宽带。然后接下来这个光猫就可以关机了。进这个猫棒需要设置一个设备的静态 IP， 不管设置路由器还是电脑网卡，要设置一个静态 IP。手机其实也可以操作，但是手机操作比较麻烦一点。我还是用手机吧，用手机操作给你们演示一下。先进入路由器的后台 ，PC 版的界面，拉到最下面。这个下面不是自适应吗？就不要自适应了，找一个固定的接口，固定万口。固定万口我就设置个1号吧，1号 2.5G 就第一个，然后再设置一个静态 IP， 设置个静态 IP， 192点，就是.1这个网段啊，随便设置一个。其实下面就可以不用输入，但是因为这个路由器的机制啊，它让你必须要输入，所以我们都把它填上。好，现在路由器的 IPv4 已经设置好了，静态 IP 已经设置好了。然后我们再进入猫棒的后台。这个猫棒的后台 IP 我好像改过了，默认的应该不是这个.1.10，然后它也是开源的系统，默认是没有密码的，直接点登录。这个机器它的芯片是 PRX126的，把它那个设备看一下，它这个光信号是-22，就是刚刚光猫看的是-20的信号，那个 UPC 接上去之后是-22，因为这个不同的设备它有一点点差异是正常的，这个是-22，就差一点点，一般-25以内都没有问题。然后它的这个模式是XGPON模式，它是一个实机的模式。然后接下来我给它配置一下，这个 PON-SN， 然后这里是。我这个界面应该是比较老的界面了，等一会儿我会更新个系统，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卖家给我发过来的那个界面，就是这个，然后把它 LID 复制过去。好，然后这个 SN 我也改一下吧。这个第一个是 SN， 从这个 ZTE 开始，一直到263，然后复制。哎，为什么会有空格？我看一下，56D263， 56D263。好，就是输入这些什么 SN 啊，什么 LID 啊，就不要莫名其妙的位置加空格啊，如果加空格，这个数据就不对了。然后保存。这个基础设置结束了之后，然后设置 PVRD， 它的 PVRD 界面做的不太好，它这个配置修复啊，就是 ISP 修复，它其实是一个设置 VLAN 的一个地方，它这个界面做的就是很复杂，新系统应该有改进，但是目前我演示我就先懒得更新系统了，我先把它这个简单的做个编辑。因为以前已经设置过 VLAN， 就 Internet VLAN 是86，所以我直接在这个基础上改还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这个界面以后新系统肯定会有优化的。然后点击保存，然后再点击保存，点击系统重启，执行重启，等它重启完，我们等一会儿。好，现在重启成功了，我们再看一下后台首页。怎么又是这个O0状态啊？等一会儿，这个注册状态是O0状态，发射光功率都是0，怎么重启一下就变成这样了？现在起来了，现在是 O2 状态，现在有光功率了。因为我上一个猫棒坏掉的就是这个光功率突然就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个还好没有坏，如果再坏的话，真的我就不敢用了。现在是 O5 注册成功，然后接下来我用路由器拨号，
下来进入路由器后台，还是在常用设置、上网设置里面，其他地方就不用改了，把这个上网设置改成 PPPoE 拨号，然后下面这个用自动设置，不用手动设置，然后输入一下宽带的账号和密码。好了，就直接就成功了，成功拨号了，已经连上了。然后这个路由器提示有个新版本，我先不升级，然后我们先测一下速度，还是先测一下速度。现在跑到了1250。其实这个万兆猫棒就测出来速度没什么区别的，因为你宽带上限就这么多，就是运营商给你限的速度，就是他给你开了个1000兆宽带，最多给你20%的余量，不可能给你更多的。第二次测速，我手机不要晃来晃去的，晃来晃去的有时候会影响速度。现在是1135，再试一次。怎么速度越来越低了？1121。反正能突破1000兆，但是这个上限1200，它可能有高有低，就是可能看你那边的宽带质量以及运营商给你限速到底是多少，就是不能保证每次都是1200，但是基本上是1000以上。今天的这个联通光猫换万兆猫棒的教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